台军全军要求练习拼刺刀，这是打算玩一把士气如虹呢，还是学习一下当年的全民玉碎呢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根据这个联合报报道啊，台湾陆军那个司令去了一趟美国，然后从美国回来以后呢，下了个命令，要求台湾全军加强训练。其中呢，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要求就是全军要求练习拼刺刀。然后各个部队就收到命令了，你去买枪吧，买训练用的木枪，还有那个护具。就这个训练木枪有讲究的，还是要跟台军现在用的 T91步枪啊要一样长才行。另外呢，还有部队就是6军团第21炮兵指挥部，它里边有一个刺枪队，是示范部队嘛，就命令这个示范部队演练了全套科目，然后呢要拍成教学猛片，全军都要看。不过好像台湾这个拼刺刀，我也看网上瞧了一下，有些部队这个训练拼刺的这个架势，感觉就没有人家印度兵训练拼刺刀那么猛。你像这印军拼刺吧，首重声势，刀锋未出就要夺人心魄，不是在德云社里边摸爬滚打多年出来的，见了印军一般绷不住。不过呢，以前也有一些台湾的绿营人士说过，说现在拼刺刀是不是有一点点跟不上时代了？原来就有人建议把这个训练废了得了。但是呢，台军一些大佬们说不让废除，说这个训练呢还是有用。拼刺刀这种事儿啊，其实咱们解放军那是不陌生。原来我们老说敢不敢刺刀见红，是衡量一支步兵部队血性的重要标志。想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拼刺刀我们水平是比不过日军的。日军的专门训练呢，这个科目啊很有体系性，而且日军的伙食有段时间是比我们好，体力也不错嘛。所以你看，我刚刚开始拼刺刀的时候，这个八路3、4个的人拼日本鬼子一个也差不多了。要是碰到那个训练有素指挥官的话，6、7个人的不一定拼下一个来。所以那时候我们这个技术啊、体力都吃亏嘛，但是照拼不误，慢慢的拼多了就练出来了。你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时候，最著名的是辽沈战役塔山阵地上，国民党方面是赵子龙师嘛，冲上来之后，双方都是团长亲自上刺刀，亲自拼刺刀去了。再往后到了抗美援朝，那也没少拼刺刀啊，子弹、手榴弹打光了，不拼不行啊。再往后，62年，印度人也领教过，而且啊，这个拼刺刀，拿刺刀对着草靶一通戳，那是一回事儿；真到战场上面对面肉搏，那是拼命，对人的心理冲击就是另一回事儿了。不知道台湾的军人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血性？台军呢对士兵做这样的要求，我估计有几个目的。第一是台军这个陆军司令从美国回来以后下这么命令嘛，我觉得他可能是故意要表现一下。就是表现台军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这可能是演给美国人看，演给这个台湾的所谓盟友看，玩一把悲情，然后感动一下友邦。这种感动友邦的悲情故事，以前也不是没有演过。另外呢，也有可能是意识到啊，体系化对抗肯定是打不过解放军了，所以爆发激烈巷战的可能性是存在了。那么就要通过这种拼刺训练，给士兵预先一个战场氛围，倒不见得真的要士兵去拼刺刀。反正呢，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活动警示一下，算是练练胆子。或者呢，做这个动作呢，就是演给解放军、演给岛内民众看，显示自己很凶哦，要寸土不让哦，不要靠近我哦。如果要比士气啊，其实我们当年那次3000人的刺杀表演拿出来再播放一下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不过呢，我们现在如果让解放军士兵也去拼刺刀，搞训练，相信拼出来的气势一定比台军好。但是，就算我们能拼得更好，我也真不愿意让我们的士兵放着各种充沛的火力不用，让台湾的士兵有机会玩刀。如果了解一下历史啊，我们就可以想到，台湾这次搞运动特别像1945年的日本，那时候面对美军的火力优势，面对美军可能的登陆，日本人也搞过一个全民拼刺刀的活动，而且那时候没那么多枪啊，就拿着刺刀发下去，要求每个人绑在棍子上。后来那个384刺的产量跟不上，质量明显滑坡，这个军用刺刀就干脆变成破铁片刀了。但是那些破铁片刀也好，38军刺也好，最后用上了吗？不过也就是日本军官到最后是挎着军刀站在美国军车上，带着美军接管一切而已了。台湾岛上有些人不是老觉得自己是日本的后裔吗？那也行。虽然我们在台湾肯定不会重演什么广岛和长崎，但是历史上带刀带路这一幕，我希望台军有些人可以重演一遍，
但愿他们学习1945年的时候也能学得惟妙惟肖。好，关于台军演练拼刺刀，全军拼刺刀到底是要吓唬谁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明天再说。